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刘说说。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需求侧改革。需求侧改革是前几天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一个新概念，全世界独一份，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。既然是改革，动静肯定是小不了，所以我们就详细的聊一聊什么是需求侧改革，为什么要进行需求侧改革，需求侧改革对于我们的生活会带来哪些改变。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需求侧改革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：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，打通堵点，补齐短板，贯通生产、分配、流通、消费各环节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、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，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。这段话好像不太好理解啊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全是围绕着这一段话展开的。首先，咱们说一下需求侧这个名词，其实好解释，但凡涉及到花钱的领域，都属于需求侧。供给侧提供产品，需求侧负责消费嘛。但是需求侧改革就不太好说了，我们必须把它同供给侧改革联系起来看。供给侧改革，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，咱们国家2015年就已经开始了，这几年也是取得了不小的成效。原因呢，是由于2008年我们为了摆脱经济危机，推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，结果造成了一系列的后遗症，产能过剩、产业结构失调，这些年一直都在压产能、调结构。通过这几年对供给侧改革的观察，其实咱们可以简单的把供给侧改革总结成2句话。第一句就是限制和压缩不利的供给。什么是不利的供给呢？就是没人要的东西呗，低附加值、产能过剩，对环境不友好，对国民经济没有什么正面的促进作用。没人要的东西你就不要再生产了。第二句是鼓励有利的产能，相反，附加值高的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，对经济增长有帮助的，这就是有利的供给。把这个概念展开一下，其实需求侧改革也可以用这2句话来概括。第一句就是限制不利的需求，第二句鼓励有利的需求。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不利的需求啊？我个人总结有2方面的需求可以看作是对国民经济没有帮助作用的。第一种是能够产生负债的需求，而且这个负债是不良的这一块呢，咱们身边都有很多例子啊。有些朋友呢消费观不正确，超前消费、过度消费，甚至呢负债消费，这就给自己背上了很重的债务。其实呢，形象的说一下，就是一颗一颗行走的地雷啊，对国民经济肯定是没有好处。不光是个人，政府呢也有这种行为啊。有些政府为了追求政绩，建一个5星级的卫生间，你说有什么用呢？对吧？还有一些形象工程，花了钱产生不了多大的效益啊。政府的投资呢也是花钱，所以它也可以用需求侧改革来概括。不过像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规范的。对于政府的一些没有实际效益的投资，发改委和上级政府加强监管就行了。但是对于个人呢，国家肯定不能直接去管，只能从侧面进行引导和规范。比如说打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啊，倡导健康消费。另外呢，规范民间的借贷市场。老百姓没有那么多资产，你就别让他借那么多钱这一块现在已经在做了。第三呢，就是有一些掌握到大数据的企业一定要加强监管。我们平时看个文章什么的，时不时的就蹦出一个诱导消费的广告，这样很不好。这是不利的消费其中之一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在存量市场的零和博弈，这种需求也是不利的。零和博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它不产生新的价值，只是在现有的这些东西里边你争我夺。我如果挣钱了，肯定有人亏钱，我多吃一口，你就要少吃一口。这种需求，它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不了太大的帮助作用。这一段时间，社区团购为什么引起这么大非议呢？社区团购就是典型的零和博弈。同样是卖菜，社区团购挣钱了，小菜贩就得赔钱。像这种低效竞争、零和博弈的需求，在咱们国家还是很多的。这就是需求侧改革需要限制的不利的需求。了解完这一块，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明白需求侧改革鼓励的有利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了。
那就是增量市场的需求。增量市场是创造新的东西出来，创造新的价值。换句话说，我挣钱了，不一定意味着别人赔钱，说不定别人还能跟着我喝点汤。这种需求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，同时也符合人们的需求特点。作为人来讲，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，再引起你的消费欲望，再刺激你需求的，肯定是更好的东西。但是这种更好的东西，这种更好的需求，必须要供给侧先行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必须有人先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，并且把前期的市场培育好。这就是政治局会议上，供给创造需求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意思。咱们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我想买长生不老药，我想买青春永驻丸，关键这玩意儿你得有啊，对吧？如果说你把长生不老药创造出来了，那人们砸锅卖铁，倾其所有也会买的啊。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啊，上个世纪80、90年代啊，30、40年之前，如果说老百姓谁家挣了一点钱，很少有人会想到啊，我去买辆车吧，我有这种需求。为什么呢？当时汽车市场还没有起来，但是经过这些年的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啊，现在能买车的基本上都有了。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车，就显得有点格格不入。所以说，你如果有钱了，肯定会产生一个买车的需求。这就是生产企业和国家要走在前面啊，把新的东西创造出来，并且把前期的市场给铺好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咱们国家有很多企业还是在朝着这方面努力的啊。这些企业里边的头部企业基本上都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。说到这儿呢，咱们可以更深的理解为什么美国要制裁华为、制裁中兴、制裁大疆、制裁海康威视。因为这些企业呀，它是为中国创造增量的，是在推动中国往前走的。相反，美国没有制裁过阿里、腾讯、美团、拼多多，对吧？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啊，美国人其实看的是很清楚的，也看得非常长远啊，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。说到这儿呢，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摸到需求侧改革的精髓了，那就是坚持不懈地进行产业升级。别人没有的东西我有，别人有的东西我更好，用更好的产品来推动人们的需求。反过来，需求也可以刺激供给端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啊，这就是需求侧改革的重要含义。接下来我们再说另一点非常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让老百姓有钱去买东西，因为这才是前提。没有钱，一切无从谈起。你东西再好，有什么用呢？让人们有钱去买东西，其实也是需求侧改革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啊。其实抓住2个方面就够了。第一个方面呢是提高人民的收入，第2个方面降低人民的负担。提高收入呢，这些年啊，工资我觉得涨幅很有限啊，养老金是一直在涨，希望需求侧改革提出来之后呢，能够让我们的工资再涨一涨。另外，国家也可以利用税收、转移支付等一些方式，提高中低层老百姓的收入水平。因为消费市场归根结底还是靠千千万万的老百姓。第2个问题就是降低人们的负担。其实按照现在老百姓的收入水平，中国现在的消费市场不应该如此低迷的。一个勤劳肯干的人，在3、4线城市、小县城，每个月挣3、4千，在1、2线城市每个月挣1、2万，这都是很现实的事情。你别看挣到了这么多钱，但是等消费的时候没钱了，原因大家都很清楚。咱们老百姓现在身上3大负担：第一，住房，每个月的房贷、租房的成本很高；第2个，养老；第3，医疗。至于有人说子女教育这一块，有钱的人多花点，没钱的人少花点，儿女自有儿女的福。需求侧改革要想取得成效，肯定绕不过这3大负担。住房问题是老生常谈了啊，但是这一次政治局会议很罕见的没有提“房住不炒”这4个字，所以我们有一些新的想法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。上半年深圳有一个消息，就说住房市场改革我们要学习新加坡。其实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，就是咱们国家的政府下大力气多建公共租赁房。
只要是没房的，你提出申请都可以居住，租金很低廉，而且一定要做到租售同权。我租房子和市民所享受的教育、医疗这个待遇是一样的，这样就能够很有效地抑制房价的上涨。至于说大批公租房建起来之后，有些城市房价还要涨，比如说深圳控制不住，那就干脆不要控制了，市场化调节，随便涨吧。其实我认为啊，国家还可以再狠一点，在城市的黄金地段建豪宅，100万元一平方啊，一套豪宅5亿起步，10亿、20亿都有。有钱人不是多吗？你们不是要买房吗？交50%的定金，政府给你们建，让你们买豪宅。这些豪宅挣来的钱怎么办呢？全部打到养老基金里边去，给全国人民交养老金。你看这样一来，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个好事啊。手里有房的人，房价市场调节，涨了他高兴，跌了也不埋怨。有钱人，政府给你们炒作的空间，随便炒，上百亿的豪宅等着你。对于那些没有房的人呢，政府保证能让你住上公租房，租金很低廉，而且和市民的待遇一样，这好像所有人的需求都得到满足了。当然，我们只是做了一种假设啊。养老问题啊，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看得到，它毕竟走在路上，推迟退休已经成为必然的事了。养老金保值增值，国有企业的利润往养老金里边划充，这些措施现在都在进行。保险这一块，其实医疗保险这一块啊，其实老百姓很关心的，谁能没个病呢？我现在不敢花钱，就是为了以后有个病，我老了怎么办？所以这一块国家也应该下大力气去做啊。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尽可能多的把一些自费药纳入医保就好了啊。另外呢，规范商业保险。其实住房、养老、医疗，这都是很大很大的问题。我们在这里说太多，就成了空谈了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需求侧改革这是3座绕不过的大山，国家一定会从这方面下手的。今天关于需求侧改革，我们其实可以总结一下啊，需求侧改革其实就是抑制不利的需求，鼓励有利的需求。但是要想鼓励有利的需求，你得解决2个问题啊。第一，让老百姓有钱花；第二，让老百姓愿意花。有钱花，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。愿意花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，你得提供足够多、足够好的商品，刺激起消费市场的需求来。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暂时就分析到这儿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节目再见。